好耶，又来给各位做大冒险的视频啦。本期视频的主角是火神马威卡。视频开之前，还是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仅供参考，大家届时还是以正式服实装的数据为准。先给火神的定位和强度做一个开篇总结。火神是一个拥有战场主 C 和后台副 C 能力的输出多面手，并且如果要进行战场主 C， 那么它更适合进行短时间爆发战场，这个短时间指的是7秒钟。至于它的强度的话，算是天花板。好了，总结完毕。那么视频的开头还是老规矩，我先给屏幕前的所有玩家展示一下火神的技能机制，还有跑图能力，方便你最快的了解这一个角色。如果屏幕前的你是原神高手，不想看这一段，可以直接跳过，从本期视频的10分53秒开始看哦。先来看他的普攻，不管是点按普攻也好，还是长按普攻也好，还是下落攻击也好，在实战中我们都基本上用不到啊，我们直接跳过即可。接下来我们来看 E 技能。点击 E 技能，马威卡会进入夜魂加持状态，而且 E 技能分为点按和长按两种释放方式。点按 E 技能，马威卡会为所有友方套上一个火环。OK， 这就是马威卡套上的那个火环，切换其他队友，这一个火环依然生效。当持有火环的友方靠近敌人的时候，火环会每2秒给对面降下一道天火，一次点按 E 技能的持续期间能给对面降下6道天火。然后这一段距离是火环的一个最远可触发距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并且火环是一个群攻技能，在拥有火环的角色的一个圆形范围内，所有怪物都会被同时降下2秒一次的天火。至此，它的点按 E 技能的所有效果就给大家展示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长按 E 技能。长按 E 技能后，或者点按一下 E 技能，再点一下 E 技能后，马威卡就会骑上摩托车。这个摩托车不仅可以让马威卡的移动速度大幅度加快，而且摩托车还可以用来爬山、飞行、涉水。这时屏幕前的你可能就会觉得，马威卡是不是集齐了恰斯卡、希诺宁还有马拉妮所有人的跑图能力啊？很遗憾，不是的，它相当于是以上3个角色跑图能力的弱化版本。因为马威卡在爬山、飞行还有涉水的时候，它的夜魂条旁边会额外多出一个体力条，这个体力条消耗完，它就得从摩托车上下来。那再给大家展示一下，飞行的时候也是这个体力条一消耗完，它就得下来了。冲浪的时候也是这个体力条一消耗完，它就得下来。总之，马威卡的跑图能力可以总结为，虽然集结了恰斯卡、马拉妮还有希诺宁的优势，但是都是他们的弱化版本，并不能完全替代他们。说完了跑图能力，接下来我们来说长按 E 技能后的战斗能力。长按 E 技能骑上摩托车后，不管是普通攻击也好，还是重击也好，都会变成用摩托车去撞人，造成火元素伤害。并且在我们摩托车撞人的过程中，我们如果把它切回后台，它就会自动转化为火环副 C 的这样一个方式，非常的方便。根据我的实测，长按 E 骑上摩托车后，如果只是静止停在原地，或者只是进行非冲刺的驾驶，那么 E 技能能持续9秒钟。而骑上摩托车后，使用轻击或者重击进行战斗，那这个 E 技能的持续时间会缩短至8秒钟。
那么马威卡骑上摩托车后，我们要使用轻击还是使用重击呢？答案是重击，重击全方位完爆轻击。我们来对比一下，左边是重击，右边是轻击，看一下对单的 DPS， 很明显的发现，就算是对单，重击的 DPS 也是远超轻击的。最后一波打下来，明显重击的伤害要更高，而且重击还有远超轻击的范围输出能力。我们来看一下重击的对群能力，看见没有？我就像个扫把一样在扫除战场啊！总而言之，用重击就完事儿了，优点要比轻击多太多了。好的，一技能就给大家说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大招。马威卡的大招不依靠元素能量，而是依靠战役。这个战役是什么呢？当马威卡拥有 50% 的战役的时候，马威卡可以消耗所有的战役释放大招。那看见没有？这里马威卡的战役超过 50% 了，我现在是能直接开大的。点击大招之后，我们会默认骑上摩托车，先打出一段名为坠日斩的超高伤害。然后我们可以吃到7秒钟的所有伤害加成，这个伤害加成是非常巨量的，并且我们释放大招的时候消耗的战役值越多，那么这一个伤害加成就会变得越高。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不释放大招的情况下重击的一个伤害，15370。接下来，这是消耗了一半大招能量的情况下，重击的一个伤害提升到了26423。最后，这是消耗全部大招能量对重击伤害的一个提升到了38407。而且刚刚通过文字描述，我们也看见了，马威卡释放大招的时候消耗的是特殊的能量，叫做战役。这个战役呢是吃不到元素球产生的回能效果的。我们来看一下，班尼特产生元素球，并没有给马威卡产生任何回能。那么马威卡的这个战役要怎么回复呢？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当前前台角色进行战场普攻，看见没有？他的这个战役是在缓缓恢复的啊。但这种方法恢复的非常慢，我们还得是用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让队伍中的纳塔角色消耗夜魂值，等量的夜魂值会恢复成等量的战役。我们来看一下啊，马威卡自己消耗夜魂值，那这战役就攒上去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队伍中的希诺宁消耗夜魂值，一大管直接消耗掉。马威卡就直接回了一半的战役上去，这就是马威卡的主要回能方式。接下来它的大招还有最后2个效果没有讲到，第一个就是释放后马威卡会立刻获得10点夜魂值，第二个是马威卡释放大招后会进入死生之炉状态，这个死生之炉状态持续7秒钟。那么这个状态带来的效果是些什么呢？第一个效果，在7秒内，马威卡的夜魂值不再降低。第二个效果，7秒内抗打断能力大幅度提升。第三个效果，刚刚已经给大家展示到了啊，就是7秒内的大幅度增伤，这也是死神之炉状态带来的效果。再给大家强调展示一下死神之炉状态带来的增伤有多逆天。死神之炉状态下转一圈6万多。7秒后退出死神之炉状态，转一圈只剩3万不到了。非常有意思的是，死神之炉持续的时间是7秒钟，而它的一套摩托车重击转圈的动作也是7秒钟。也就是说，实战中马威卡开大以后，正好可以打出一套吃到死神之炉增伤的重击，然后他就可以切回后台，让其他队友重新给他上拐和充能了。这就是我开头说它是一个7秒战场爆发 C 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死生之炉状态的抗打断能力提升。没有进入死生之炉状态的话，火神几乎没有任何抗打断能力，一下子就被独眼小宝击飞了。
而进入死生之炉状态后，这一个抗打段有了巨额提升。反正我3万多血在被卷死前还没有被击飞啊，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最后他还有2个天赋，第一个天赋，队伍中附近角色触发夜魂迸发，马维卡的攻击力提升30%，持续10秒，很好理解。第二个天赋，释放大招后，根据释放的战役，每点战役还会让当前场上的角色的伤害再提升0.2%，通过这种方式至多提升伤害40%，持续20秒，然后呢逐渐降低为0。最后2个天赋呢，就是他在纳塔的一个跑图天赋了啊，然后跑图刚刚也给大家展示过了，我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暂停着自行看一下这2个跑图天赋。以下这一段文字就是马维卡的所有技能的一个文字整合了，屏幕前的你可以截一个图消化一下哦。接下来他实战中的操作手法是什么样的呢？他在实战中有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要点，我在这里给大家详细说明一下。实战中，由于马维卡不管是长按 E 还是短按 E 进入夜魂加持状态后，他在切回后台后的这个夜魂加持状态都不会消失，都会在后台继续消耗着夜魂值。再加上他的大招能量恢复也是吃自身的夜魂值消耗的，也就是说火神只要按了 E， 他就能自己给自己提供回能。所以实战中 E 技能的冷却时间只要结束了就抽空续一下，这样的性价比才是最高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录屏，我在开大后先不急着转圈，抽了点空点了一下 E， 续了一下夜魂值。这样的话，在我一波爆发结束之后，就算我把火神切回后台，它也会在后台自己给自己消耗夜魂值补充能量。等我再切出它来准备下一波战场爆发的时候，它的大招能量几乎已经快满了。而我要是实战时一直沉迷输出，就算 E 技能的冷却好了，却没有抽空去按一下 E 来续一下夜魂值的话，一波循环下来就会出现巨大的能量缺口。所以火神在实战中，只要 E 技能冷却好了，就抽空按一下 E 续一下夜魂值，这一点至关重要。记住这一点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他实战中的具体操作手法。我们先上好各种拐，上好拐之后，用火神开大进行爆发输出，期间记得按一下 E 进行夜魂值的补充。而由于火神开大之后，它的增伤只会持续7秒，7秒过后，这个伤害就会打骨折，而这7秒正好够我们打一次摩托车重击的转圈循环。所以我们释放完一次转圈循环之后，就可以立刻把火神切回后台了，然后切出其他队友，给他补充拐，给他补充战役值，然后再切出火神，继续开大转圈输出7秒，以此循环就可以了。来，我们依然是开完大后续一个 E， 然后转圈圈7秒，7秒吃完增伤过后，我们立刻把火神切回后台。好的，继续上拐。这个时候我们火神的能量又快满了啊！我们可以选择把能量留到下一层，也可以选择直接释放掉。这里我选择留到下一层。至此，马维卡的所有技能机制、跑图能力还有实战输出手法就给大家完全展示清楚了。个人感觉已经是保姆级的展示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有帮助的话，还不要吝啬你手中的赞哦，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测评环节。说一句题外话，以前的原神评测视频中，如果视频里的主角是0+1的练度，那么我会默认给主角的其他队友都带上0+1。然后有些平民观众就给我提意见，说是他们想看虽然主角是0+1，但是队友的练度要更低的平民状态。好的，我汲取大家给我的意见。本期视频我会把队友都没有带专武的状态，以及队友都是0+1的微氪状态都给大家进行展示，希望能最大程度的帮助到你。现在我的马维卡是一个0命0+1的马维卡，
天赋是999，剩一物带着黑曜秘典4件套，具体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其他队友啊，希诺宁999，命座0命，剩一物是勇者4件套，然后呢0+0的希诺宁。然后弗宁娜天赋999，命座0命，剩一物是黄金剧团4件套，武器带着绿箭，很低配的一个弗宁娜。班尼特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班尼特是6命的啊，然后带着天空之刃。这一次的深渊渊月祝福是队伍中角色触发火元素反应时，将在角色位置附近释放冲击波，对敌人造成真实伤害，每3秒至多触发1次。据我观察，这一个渊月祝福能让我在实战中每3秒触发1次14000的物理伤害啊，就挺拉胯的一个渊月祝福。所以这一次的深渊实战展示出的强度是很真实的。先给大家来一段只有火神自己是0+1，其他队友并没有使用专武的情况。开局的小怪弗宁娜的能量可以先省一下。坠日斩22万伤害将近。BOSS 出来了，把所有的能量全部打在 BOSS 身上，一次性消耗完。然后等水元素挂上之后，火神一个坠日斩触发蒸发47万伤害，转圈的话触发蒸发是13万多的伤害，没有触发蒸发是8万的伤害，已经基本上快被我们带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续拐，最后一个坠日斩38万伤害，再转2圈直接带走。接下来我继续给他降低练度，希诺宁和弗宁娜我依然不给他带专武，火神的专武我也给他去掉，带了金一的狼墨，天赋依然是999，带上狼墨之后呢，它的属性会变成这个样子啊。进入实战，刚刚带了专武一刀坠日斩的伤害是21万多，而带上了狼墨变成了18万7。然后转圈圈的伤害呢，也有接近6万啊，这才是金一的狼墨打出来的伤害。如果你的狼墨金链高呢，它的伤害会更高一点。但是狼墨毕竟是比专武亏了11%的暴击的，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来坠日斩44万的蒸发伤害，开始转圈圈。蒸发了的话是12万多，没有蒸发的话是8万多的伤害。好的，这边咱继续续拐。总而言之，输出手法大家就像我这样学习就完事了啊。一个坠日斩，好的，34万的蒸发伤害。喂，你别跑啊！哎呀，他跑出班尼特的圈圈了。但是呢，最后还是很轻而易举的被我们带走了。接下来给微氪玩家展示一段实战，火神0+1。水神也是0+1，希诺宁也给他弄成0+1，就全员都是0+1的情况，依然是打刚刚那一个副本。第一段坠日斩的伤害从21万多提升到了24万，然后转圈圈的伤害也从6万左右提升到了将近7万。好的，我们这边继续重新上拐。来打一个蒸发啊！蒸发伤害53万，然后转圈圈呢，只要触发的蒸发已经超过15万了，这个伤害，哇，这感觉一波要被我带走了呀！我还能不能打出第2个坠日斩啊？那班尼特点赞给他点走了。如果这一队全员都是0+1的话啊，那打深渊就基本上没啥压力了。挑战一下，打一下世界等级9的罗基艾维尔森，一个蒸发50多万，转圈圈，转圈圈触发蒸发15万，没有触发蒸发也将近10万，一个循环下来，罗基艾维尔森的血量已经快要接近1半了。来，我们继续上拐。好，班尼特这边续一个大招，然后我们又可以开始天降正义啦！好，一个天降正义40万伤害，
第一段是50万伤害，是因为吃到了弗妮娜的大招啊，没有吃到的话是40万的伤害，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来这边继续，先回一个血仙，我这边血量见底了呀。好，班尼特再来点一个赞，最后一个天降正义应该就带走了啊！来，天降正义又是40万伤害。 怎么你也会天降正义啊？没事儿啊，我还有另外一个神呢、我身为一个凡人，你居然连试2神，What can I say？ 刚刚那一段对罗基·艾薇尔森的录屏，也侧面说明了队伍里的班尼特，如果给他换成希特拉利的话，或许整个队伍会更加的安逸啊。但是和配对相关的呢，我后续会在配对环节给大家详细说明。由于大家暂时对希特拉利不太了解，所以实战中呢，我继续使用班尼特，大家更容易看懂一些。不过刚刚给大家展示的呢，都是火神的对单能力。 那么火神在对群方面怎么样呢？对群更强啊！当时我在录制他的对群的时候，都给我玩笑了。来，请看 VCR。深渊11层里呢，有24只小怪，非常适合演示他的对群。好，我一个追日斩，6只小怪没了。来，我转，12只小怪没了，我继续转，好，17只小怪没了。最后我继续转啊，我就不上拐了，毕竟都是一些脆皮嘛。好的，24只小怪被我们带走了。那这个时候，屏幕前的你可能就要问了：马维卡这个角色，他对单也这么强，对群也这么强，他难道就没有弱势的地方吗？有。 但是也不能说是弱势，只是说打起来比较一般啊。就马威卡打那种次数盾的怪呢，会比较一般。给大家进行一段非常一目了然的对比，在深渊11层第2间里，上2只怪呢是没有次数盾的。我这边马威卡直接一个坠日斩秒了，看见没有？而下2只怪是有次数盾的。 这时，就算我的伤害再高，那我的攻击频率呢，也就那么一点。总而言之，在面对这种有次数盾的怪物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切成轻击来增加攻击频率啊什么的。比起攻击频率很高的其他主 C 呢，马维卡打次数盾的怪会稍微慢上那么一点。好的。 了解完他作为战场主 C 的实战表现之后，大家也不要忘了，他其实也可以作为副 C 使用。那么在作为副 C 的时候，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依然是999 0+1的马维卡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在作为副 C 时候的伤害如何。 每2秒降下一段火系副 C， 伤害是16000多，在持续时间内一共能降下6次。好的，6次之后就没有啦。然后它的这个副 C 能力其实是一个群攻效果，只要在你的战场角色身边的所有怪物都会受到这一个副 C 能力啊。这一个呢，在视频开头也给大家讲过啦。 也就是说，光看伤害能力的话，0+1的马威卡在一次副 C 循环中，可以对周围的所有怪物降下10万左右的火元素伤害。那么除了这10万伤害以外，它的挂火能力怎么样呢？经过实测，挂火频率不如香菱。它在辅助像龙王、公子还有灵人这样的攻击频率非常快的角色的时候呢， 完全是反向打工的，看见没有？妙脆角身上呢只有水元素的附着，火元素完全附着不上去。再来看一段公子的录屏，公子这边呢也是完全是水元素附着，火元素完全上不上去，依然是处于一个反向打工的状态。要知道，香菱在辅助公子的时候是处于正向打工的状态的，看见没有？ 妙脆角身上全是火元素的一个覆盖啊，处于正向打工的状态，所以火神的挂火能力确实是不如香菱的。不过火神是一技能启动啊，也算是一个优势吧。根据我的实测，
火神要辅助那种攻击频率非常低的主 C 呢，才能做到正向打攻。比方说干预，在没有火神的辅助下，干预一剑的伤害也就2万，而在火神辅助的情况下，每一剑都能打融化，3万6，看见没有？又是3万6，继续3万6。再比方说马拉妮也可以，来蒸发，第2口也直接蒸发，再来蒸发。总而言之，像这种输出频率很低的角色，还挺适合用火神作为副 C 的。总而言之，火神作为副 C 呢，对比香菱，优势在于它是E技能启动，而劣势在于挂火能力呢，确实比香菱差一点。作为副 C 呢，算是平平无奇的一个副 C 啊。个人建议呢，主 C 才是马维卡的主要玩法，而副 C 玩法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天头就可以了。好的，终于是把实战的内容讲完了，接下来进入圣遗物、武器还有配对的推荐环节。先来说圣遗物，4件套套装选择黑曜秘典4件套，我就不给大家推荐其他下位替代了啊，因为娜塔都已经开了这么久了，相信屏幕前的你应该已经刷出一套好用的黑曜秘典了啊，它也确实超越其他套装挺多的，所以呢，我们就用黑曜秘典就完事了。然后杀带攻击力，背带火伤，头带双爆啊，然后呢副属性使劲的堆爆伤、暴击还有攻击力即可，很简单易懂。接下来给大家进入武器对比环节，在对比武器的过程中，我不仅会给大家计算出当前武器打出来的伤害数字是专武的多少，而且我还会把每一把武器和专武之间的暴击率的差距给标注出来，方便大家心里自行有一杆秤。同时，如果我测试的是像维海信标以及尸骨剑这种暴击率大大高于专武的武器的时候，我会测试2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就是圣遗物完全不变的情况下的一组数据，这一组数据呢，并没有进行暴击率的配平。而第2组数据呢，我会吃一个仙跳墙，增加一下马维卡的攻击力，来模拟一下我对马维卡的暴击率进行了配平，让它实战中攻击力变得更高后打出来的一个效果。当然，这个模拟不一定精确，主打的就是一个通俗易懂、一目了然，还请大家多多担待。先来看专武，专武一个坠日斩22万多，转圈一下6万3千多。接下来我们来看伤亡长牙，在正确的配对和正确的手法下，火神是叠不满伤亡长牙的特效的。在没有叠满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达到专武的76%。接下来我们来看裁断，手动剪一下晶片，触发一下裁断的特效。光看伤害数字，裁断能达到专武的78%，但是裁断的暴击率是要比专武更高11%的，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接下来维海信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圣遗物完全不换，也就是信标的暴击率比专武高出22%的时候，它的伤害数字就能达到专武的79%了。现在我吃了一个仙跳墙，模拟一下我进行了暴击配平的情况，依然是使用维海信标，达到了专武的88%，所以算是很香的一把武器。接下来赤脚石灰杵，赤脚石灰杵的暴击率比专武更低11%，而且就算不算这一个暴击率，伤害数字也只达到了专武的86%。综合来看，不如信标。和赤脚石灰杵表现相同的武器是金一的朗墨，精炼1阶的朗墨也比专武低11%的暴击率，然后光看伤害数字也是达到了专武的86%。但是如果你的朗墨精炼值更高，那你就能更接近专武一点。这一段是精炼4阶的朗墨，光看伤害数字呢，达到了专武的90%，虽然暴击率还是低着专武11%。
综合考虑这些武器的强度和性价比的话呢，专武的5星武器校尉替代，我个人推荐维海信标以及狼的末路。如果你的暴击率呢比较缺一点，你就选维海信标啊。如果你的暴击率都快溢出了，直接给它带狼墨吧啊，有高精的狼墨更好。当然赤脚也不错，强度和狼墨是持平的，但毕竟赤脚是限定持的啊，可能持有率比较少，我在这里呢就不过多的做推荐啦。至于合适它的4星武器有哪些呢？目前体验服能用到的4星武器中，合适它的有2把，第一把是这个寥寥棒，第2把是这个吃骨。这一段是金武的寥寥棒打出来的一个伤害，我们来看一下，伤害达到了专武的 79%， 但是寥寥棒的暴击率是要更高 7.4% 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精炼5阶的吃骨剑。这一段是我没有换任何圣遗物的情况下，吃骨剑打出来的一个伤害，达到了专武的 74%， 但是暴击率要比专武高 16.6%。而这一段是我进行的暴击率配平之后打出来的一个伤害，达到了专武的 84%。总而言之，目前体服能用到的所有适合马威卡武器的排名呢，就是这样一个样子，大家可以截一个图参考一下，并且个人脑测这几把武器呢也是挺适合火神的，但是这一次体验服里并没有实装这几把武器到仓库里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啦，只能等届时正式服更新之后再和大家慢慢研究啦。讲完了圣遗物还有武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它的配对。配对方面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因为它的配对是很有讲究的。由于火神开大，它吃的是战役值，而并不是传统的能量，这就导致了传统的回能方式对火神完全不奏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原先那些纳塔以外的角色去辅助它的话，会让它的循环完全跟不上。比方说这一段我用万叶去辅助它，万叶和班尼特产生的元素能量球都不能给它带来回能，一波循环下来，马威卡的大招连一半的战役都还没有达到。由于它的战役主要获取来源是队伍中的队友消耗夜魂值进行转换，所以马威卡非常依赖纳塔队友。如果是玩主 C 玩法的话，我们就需要那种可以站在后台消耗夜魂值的纳塔角色来成为他的队友。目前符合的角色有3个：希诺宁、希特拉利还有欧洛伦。而这3个人给马威卡的大招回能能力排名为希诺宁第1，希特拉利第2，欧洛伦最后。我给大家逐个对比一下，这一段录屏马威卡队伍里面只加入了希诺宁1个纳塔队友，而希诺宁1个人一波循环下来能给火神充这么多的能量。而接下来的这一段录屏是希特拉利1个人能给火神回的能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一波循环下来，很明显的发现回的能量是不如希诺宁的。而接下来的这一段录屏是欧洛伦单独1个人一波循环下来给马威卡恢复的能量，很明显的发现不仅不如希诺宁，连比希特拉利也是要差着一点的。然而虽然这3个队友充能速率之间呢有快有慢，但是他们是可以加入一个队伍里面的。要知道，就算是最佳的希诺宁去辅助他，一波循环下来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战役缺口。而根据我的多次实测，这一个缺口会让马威卡在实战中损失 6% 左右的伤害。而面对这 6% 的伤害缺口呢，屏幕前的你有4种选择：一，才 6% 的缺口，我不管了，我直接开大，损失 6% 就损失 6% 吧。2，你可以让火神自己使用 E 技能消耗一点夜魂值来补充这个缺口，补充满之后再开大，然后再进行输出循环。
不过这个方法会减缓火神快速瞬时爆发的节奏，同时呢也会让这一个缺口越变越大。第二波循环之后，看见没有，这个缺口就又变大啦。第三种方法就是除了希诺宁以外，再加一个适合马威卡的纳塔队友，比方说希特拉利。没有希特拉利的话，可以用欧洛伦，这样的话有2个人帮他冲战役，肯定就不会有缺口存在啦。最后第4个方法就是点1命。当然命座提升部分呢，我会在后续给大家详细说明，这里呢先不过多赘述。现在屏幕前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说它在配对方面很有讲究了吧？在配对的时候分为2种情况，一种是去考虑这个缺口的情况，另一种是不考虑缺口的情况。如果你想用除了希诺宁以外的其他纳塔队友来弥补这6%的伤害缺口的话，最佳选择就是希特拉利。没有希特拉利的话，我们就上欧洛伦。那最后一个队友要怎么带呢？最后一个队友最佳选择就是水神，因为希特拉利不仅能拐火系伤害，也能拐水系伤害，这样一个队伍呢，基本上就是马维卡队伍的完全体。没有水神的话，上班尼特，或者也可以上万叶。这就是在考虑缺口的情况下，马维卡配对的一个推荐。而如果你直接懒得考虑这6%的伤害缺口的话，我们就可以像这样配对。另外2个队友加入班尼特和弗宁娜，我之前在实战的时候就是这样配对给大家打的，我一直没有考虑那6%的伤害缺口啊，打出来呢也是非常舒服的。然后没有班尼特和弗宁娜的其中一个的话，可以替换成万叶或者钟离，这就是不考虑缺口的情况下的一个配对建议啦。然而还没有结束，不要忘了我们的火神也是可以走副 C 玩法的啊。不过就算是走副 C 玩法的话，我也建议火神先把自己的那一个主 C 7秒先主 C 完，再切出其他角色来进行副 C， 等于算是一个接力 C 的玩法。在这种情况下，最佳队友选择就是马拉妮。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火神可以在进行一波战场主 C 输出之后，切回后台，它就会自动切成副 C 模式，而这个副 C 状态就可以给马拉妮提供蒸发，就可以切马拉妮出来接力 C， 而接力 C 的过程中，马拉妮消耗的夜魂值也能弥补马维卡的战役缺口，玩下来呢其实还不错，我给大家实战一下。这个玩法呢，由于是接力 C 玩法，相当于火神自己队伍里就少了一个拐，所以火神自身的伤害肯定会降下去一点啊。不过呢，火神辅助马拉妮的伤害呢，又很好的弥补了这一部分。好的，火神一波主 C 完了，然后切马拉妮出来接力 C， 一口蒸发40万，再来一口蒸发40万。再来一口蒸发，又是30多万，好的一个大招45万伤害。接下来再切火神出来 C， 好的，火神继续转圈。使用这个玩法的话，火神负责清理群体小怪以及提供一次坠日斩的爆发输出，血量很厚的 BOSS 怪交给蒸发的马拉妮就可以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要玩这种接力 C 的玩法，那么火神在开大之后还能给接力出来的那一个 C 提供20秒的伤害提升啊。那虽然这个伤害提升呢会随着持续时间降低为0，但是初始40%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伤害提升。总而言之，接力 C 的玩法也是很香的，大家届时可以研究一下。以上就是各种适合马维卡的配对的一个展示了，希望对屏幕前的你有所帮助。接下来命座提升展示环节，一命的第一个效果，马维卡的夜魂值上限提升为120点，且战役值的获取效率提升25%。从文字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命可以让马维卡战场输出更长时间，但是点了一命之后，我也不建议你去长时间的战场输出。为什么呢？因为就算点一命，死生之炉的持续时间也只有7秒。还是那句老话，战场7秒之后，马维卡的伤害会直接打骨折。
所以1命的马威卡和0命的马威卡在输出手法上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战场7秒打出一套重击循环后切回后台，切出其他队友，重新上拐，重新补充能量。不过，虽然1命的第一个效果没有带来手法上的变化，但是它也实打实的给马威卡的战役充能速率变得更快了。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如果你的马威卡是0命，而且队伍里面只有希诺宁帮你冲战役的话，一波手法循环下来，我们是会产生这样一小个战役缺口，进而损失6%的伤害的。而如果点了1命的话，队伍里面只需要加入一个希诺宁，或者只需要加入一个希特拉利，我们的充能也完全足够了。一波循环下来呢，是不会产生战役缺口的。除了弥补这个战役缺口以外，1命的第一个效果呢，还增加了跑图能力。我也来给大家对比一下。根据实测，点了1命之后，跑图时间从9秒提升到了14秒。并且它的副 C 火环从攻击6次会提升到攻击9次。最后1命的第二个效果呢，就是让它获取战役后有40%的攻击力提升，持续8秒。这一段是0命时打出来的伤害225303，而这一段是点了1命后打出来的伤害254964，提升在13%左右，持续8秒钟的提升。说实话，1命对马威卡的战斗能力提升不算很高。接下来我们来看2命。2命有3个效果。第一个效果，首先马威卡基础攻击力提升200点。第二个效果，火环附近的敌人防御力降低20%。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第二个效果，马威卡自己战场输出的时候是吃不到的，因为他战场输出用的是摩托车模式啊。而第二个效果呢，主要是给队友上拐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威卡套上火环，可以看见怪物身上有一个防御力下降的这个标识，但是如果我们骑上摩托车，这个防御力下降的标识就消失了。我们得切出队友来，这个防御力下降的标识才会继续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带着火环，附近敌人的防御力才会下降20%，而带着火环就不能骑摩托车。所以2命的第二个效果就是在马威卡副 C 的时候给其他战场主 C 提供的，比方说是让马拉妮吃的。接下来2命的第3个效果是重中之重。马威卡骑上摩托车后，它的轻击、重击还有元素爆发的坠日斩的伤害都提升，分别吃攻击力的60%、90%和120%。给大家对比一下，这是1命的马威卡，坠日斩伤害254964，第一下转圈的伤害71722。接下来这是2命的火神。坠日斩伤害直接提升27%，转圈的伤害更是提升了原来的44%。总之，虽然2命只是纯纯的数值提升，但是呢，这提升幅度挺夸张的。目前看来，2命火神就是完全体。这时你可能就要问了，2命它提升不是吃马威卡的攻击力的吗？那这个时候我的杯子要不要给它换成攻击杯呢？好，现在我把它换上词条一模一样的攻击杯，给大家进行测试。测试出来的结果显示，攻击杯还是不如火伤杯，大家老老实实的带火伤杯就可以了，不用变身遗物。那么考虑到应该有很多玩家是奔着2+1去的啊，我这里用2+1的火神来一场实战，其他的队友呢都是0+1的。明显发现伤害比之前0命的火神伤害是要上去了。好的，现在我们切出水神来上拐，好，进行挂水。班尼特点赞，来我们打蒸发啊！一个蒸发65万的伤害，转圈触发蒸发20多万，没有触发蒸发13万，这就是2+1火神的一个实力。
好的，考虑到屏幕前的你都把火神抽到2+1了，那么你有很大的可能性再为他抽一个希特拉利。这一段录屏里呢，我给火神加了一个0+1的希特拉利，我们看看提升能有多少。替换掉的是水神啊。好，希诺宁上拐，班尼特点赞，希特拉利把巨量的拐给他上上。看一下火神的这一个融化是多少？来转圈融化30多万，没触发融化15万，触发融化30多万。好的，这就是加入0+1希特拉利后的2+1火神的一个实力。不过还是那句话，本期的主角呢是火神，而并不是奶奶，所以奶奶的刚刚那一段实战呢，算是给大家一个开胃小菜，吊大家一下胃口。而奶奶的具体评测，我会在明天给大家带来，大家也可以保持期待哟。接下来3命大招的等级提升3级，左边是2命的录屏，右边是3命的录屏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两者的数值提升。接下来看4命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天赋。这个天赋呢，可以让马维卡释放大招后，让当前战场的角色的伤害提升40%，持续20秒，并且会在持续时间内逐渐降为0啊。然后呢，点了4命之后，释放大招后呢，就不再随时间降低了，并且获得10%额外伤害提升。我们来看一下。在3命的时候，坠日斩的伤害是375925，然后第一发转圈伤害是113248，并且随着时间，这个伤害是会降低的。而点了4命之后，伤害会有小幅度的提升，然后转圈的伤害也不会随着时间而降低了。接下来5命元素战绩的等级加3级，5命不会加坠日斩的伤害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不过呢，5命可以增加少许转圈的伤害，提升幅度呢比较小。最后6命，6命可以让马维卡的火环和摩托车都得到强化。使用火环模式的时候，火环攻击每命中敌人时，将有一辆摩托车撞向被命中的敌人，造成200%攻击力的火元素范围伤害。而在骑摩托车战场输出时，马维卡会召唤出跟随自身的焚药火环着相。这个着相呢，会使附近敌人的防御力降低20%，并且每3秒对周围的敌人造成一次500%攻击力的火元素范围伤害。我们先来看一下6命对副 C 火环的一个提升，依然是打的世界等级9的妙脆角啊，火环套上，每一次副 C 都会有一辆摩托车去撞人啊。提升了挂火能力的同时呢，让副 C 火环的伤害也得到了质变。9次副 C 下，直接把妙脆角的血量带走了40%左右。然而很可惜的是，就算火神点到了6命，它的挂火频率也是不如相邻的。不要想着用6命的火神来辅助像纳维莱特这种高频次的水 C 啊，会全程反向打工的。6命的火神的话，主 C 依然是它的主要玩法。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点了6命后对马维卡主 C 能力的提升。点了6命后，骑上摩托车，每3秒会降下一道这个天火，降一次差不多是10多万的伤害啊。直接用天火都快把妙脆角给带走了，并且点了6命之后，坠日斩还有转圈的伤害对比5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不过说实话，个人感觉6命对火神战斗能力的提升呢，不算特别夸张啊，算是一个合格的6命，但是没有带来质变。我个人还是建议平民玩家其实0+0就可以了啊，然后土豪玩家呢可以抽2命，2+1是它的完全体。不过6命除了提升战斗以外，还额外提升了一点跑图能力啊。点了6命之后，
当马威卡不处于战斗状态下时，它的业魂值低至5点时，将会获得80点业魂值，每15秒触发一次。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来，现在我开始跑图 ，OK， 看见没有？自动补充了一点汽油进去啊。同时，6命还有一个效果。马威卡通过各种地形的能力会进一步提升，什么意思呢？就是6命会让马威卡爬山、飞行还有冲浪的那一个小业魂条呢，会得到更持久的提升。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好，这是6命的马威卡的一个飞行，比0命的飞行持久多了，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了啊？又摔了一下。总而言之，这就是它6命的全展示啦。以上就是马威卡详细评测的所有内容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好像都快接近50分钟的视频了，个人感觉展示的真的很详细、很清楚，而且确实做的挺累的啊，兄弟们。真的都看到这里了，可不可以给一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呢？非常感谢大家。明天希特拉蒂的视频依然会是那么详细、那么清楚啊，大家也可以保持期待。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